交易员，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不单只聊交易的专业频道。今天我们这期先拆解一下新财长会对未来宏观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并且澄清一些媒体上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接下去聊一下中东局势对原油和黄金的影响，最后看一下美股过去一周的情况和建议关注的重点品种。正片开始之前，留2秒钟给大家点赞关注一波，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本周最重要的一条消息，Trump 确定了接替耶伦的男人。债券市场对新财长人选 Scott Bessent 反应积极，认为他主张的对美国债务进行管控，比其他一些候选人更能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Bessent 履历中突出的一点是在索罗斯基金主导了狙击英镑，另外建议 Trump 创建一个333政策，包括到2028年将预算赤字削减至 GDP 的 3%，通过放松管制推动 GDP 成长至 3%， 以及每年增加300万桶石油产量。他的主张还包括了将关税视为一种一次性价格调整，不认为关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各类媒体对于新财长的政策主张存在3个普遍的误区。首先是关税政策的制定，美国的对外贸易谈判和关税政策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和财政部关系并不大。第二，加关税和美国通胀的关系。本周川普大喇叭呼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再额外征税 25%， 当时市场的反应是加元和墨西哥比索大幅下跌，通用汽车股价跳空低开 9%。 资本市场的反应明确说明了2点，一是大部分关税会被汇率吸收，新财长 Bessent 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关税是减少赤字的方法之一，但是关税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最终也许并不需要大幅去加关税就可以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一个更加强势的美元将吸收大部分关税的影响。二是关税是否会推高通胀，还要看生产商把原料和零件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能力。美国几家重要车企，包括通用、福特，都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有重要供应链。根据瑞银的数据，汽车行业占从墨西哥到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1/4以上，加拿大的占12%。行业研究分析师预计，川普征收相关的关税将使美国每辆车的平均成本增加约$3000，所以加关税对于转嫁能力弱的行业，比如汽车制造业，主要影响是侵蚀企业的利润，而不是推高终端售价让消费者买单。而新车和二手车是美国通胀主要拉动的因素之一，因此汽车这块的通胀影响并不大。第3个误区是美元汇率。台湾某著名财经主持人把当下美元比作当时被索罗斯狙击的英镑，说 Trump 害怕美元成为下一个英镑，所以选择了 Bessent。 他的逻辑有很大的问题。在索罗斯狙击英镑之前，英镑对马克的汇率没有反映出英国和德国之间经济状况的实际差异。英国当时经济衰退，需要英镑贬值以刺激出口，但由于加入了欧洲汇率体系 ERM， 必须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在一个固定的正负 2.5% 的范围内波动。这种汇率的相对固定与英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匹配，所以当时英国需要贬值来刺激经济，但高估的汇率和 ERM 设计缺陷的限制使得这一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同时，德国经济由于两德统一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而出现过热趋势，德国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进一步加大了英镑维持高汇率的压力。在索罗斯狙击英镑之前，英国的基准利率非常高，为了维持英镑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位置，英国政府不得不将利率提高到 15%， 而德国的基准利率则相对较低，因为德国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崩溃，所以拒绝了降息的请求。这种汇率与经济的巨大不匹配，为索罗斯狙击英镑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回头我们来看现在的美元，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在几大经济体中保持相对强势，欧元区 PMI 长期徘徊在45，除了日本，美元指数中权重较大的几大经济体，接下去都需要进一步主动降息来刺激经济，这与当时英镑对马克的形势完全不同。所以此次川普选择华尔街认可的人选担任新财长，已经表明他不会一意孤行强硬施压美联储快速降息，因为他也不想看到通胀再起来。美元需要保持相对强势来吸引国际套利资本的流入和吸收关税的影响。所以可以推测，无论之后鲍威尔是否回家养老，接下去美联储的降息力度和速度均会小于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除了日元，但日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仅为 13.6%， 最大占比的欧元现在各种麻烦缠身，
美元并没有贬值压力。但是资产中有大量美元的交易员可以考虑做多日元对冲。后面只要通胀数据不大幅超预期，大概率12月还是降息25个基点。这从本周 PCE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降息概率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虽然 PCE 同比上升 2.8%， 为4月以来最大值，但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期货市场交易员预计12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反而上升到 65%。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醒，近期法国政府预算案引发法国资产的抛售潮，法债收益率飙升至与希腊相当水平，全球 carry trade 的平仓风险又露出水面，交易员可以考虑买入 TLT 或者是日元来对冲。本轮黎以冲突爆发1年多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终于在本周有了新进展。11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黎以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虽然黄金和原油在消息公布后都短时大幅跳水，但都没有跌破支撑位，因为市场很清楚，以中东战争向来打打停停的尿性，说不定某个时间又会打起来。而且我们看到 WTI 原油裂解差波动也不大，所以原油始终在一个小区间内反复横跳。后期主要关注12月5日产量政策会议是否需要进一步推迟原定于1月开始的石油增产计划。欧佩克现在面临的决策困难是，一方面全球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变慢，造成预期需求下降，如果不控制价格，产油国财政平衡困难。另一方面，不仅仅是欧佩克加成员国，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石油产量也会增加，这可能影响到欧佩克加减产计划的实施效果。欧佩克加的原油产量目前约占全球 58%， 如果欧佩克加减产，美国按新财长的主张增产300万桶，欧佩克加的份额就会很快被吃掉 3%， 欧佩克加产油国财政收入还是会下降。美股方面，我们在上周的视频中专门提示过，零售业 ETF XRT 和亚马逊在感恩节前都出现了不小的涨幅，恭喜抓住这波机会的交易员。另外，前一周提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本周弱势反弹到初级年线后再次遇阻回落，包括美光、博通、英特尔都大跌。过去一个月，华尔街对芯片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金正在大步退出芯片行业，转而青睐像 Palantir 这种人工智能软件股。芯片行业里非 AI 领域的半导体制造商早就不行， AI 领域的芯片股就全靠英伟达一个大哥撑着。但英伟达这次业绩公布后股价的表现，说明 AI 周期以硬件公司为炒作核心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华尔街正在过渡到下一个以 AI 应用为中心的投资阶段。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市盈率目前为24倍，高于其10年平均水平18倍。与此同时，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却在增加。费半指数目前在周线的支撑位岌岌可危，由于川普对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补助大力批评，后期可以考虑做空费半指数的同时买入英伟达作为配对交易的对冲。下一个时间点是12月12日博通 Avago 的业绩公布日，看是否给我们逢高做空的机会。如果这里跌破，下方第一目标位有 11%， 第二目标位有 21% 的空间，盈亏比还是值得尝试的。最后聊一下全球视频聊到的英特尔和波音。本周英特尔收到了老登的补贴，股价反弹一波，但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前期的跳空缺口都没敢去碰，下方也没什么交易量，所以大概率还是要等。另一个美的亲儿子波音，从11月15日以来股价持续反弹，目前股价已经站上了50日均线，下方$120的重要支撑也不是很远，所以波音的股价后期还是值得期待。因为波音公司在手订单目前数量庞大，目前在手未交付订单超过2600架，按照每月产量32架的这样一个速度来计算，目前波音在手订单需要 7.7 年以上才能交付完毕。只要波音别再来一次飞舱门掉轮胎事件，$120以上这个区间可以考虑在潜伏里面等待波音业绩和事件的双驱动。好，本周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点赞关注我，下期更精彩。各位交易员如果有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祝大家未来一周交易顺利。